泽连斯基、川普又起分歧，俄乌战场如何收场？内塔尼亚胡饮马叙利亚，以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M1A2T 质量遭质疑，台军正面回应。近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停战问题上的分歧立场越来越明显。早在12月8号，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而重要的会谈。尽管三方会谈后未发布联合声明，泽连斯基对这次对话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友好且成果丰硕。这次会谈是特朗普自上月赢得总统大选、击败对手哈里斯以来的首次出国访问，显示出他试图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发挥影响力。然而，特朗普在这次会晤中未能缓解与乌克兰在停战问题上的分歧，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双方的不同立场。12月16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达了对拜登政府乌克兰援助政策的强烈不满。他表示，强烈反对拜登政府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的导弹及其他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称这一决定是大错特错。特朗普批评美国近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并将持续提供武器直至本届政府任期届满，认为这只会升级冲突，令局势更加恶化。特朗普称，授权乌克兰在俄境内使用美制远程武器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他表示，希望能够与俄总统普京及泽连斯基进行会谈，达成和平协议，结束这场持续已久的冲突。特朗普指责拜登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未征求他的意见，令他十分愤怒。与特朗普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表示，拜登政府认为泽连斯基应为结束冲突的谈判确定自己的条件，并承诺美国将继续向基辅提供其继续展开军事行动所需要的一切支持。科比的表态显示，拜登政府并不赞同特朗普的干预方式，仍然坚定地支持乌克兰的抗战能力。12月17号，泽连斯基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详细介绍了与特朗普在巴黎会谈的细节。他强调，乌克兰不愿意投降或者冻结战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泽连斯基表示，尽管特朗普渴望迅速解决战争，但乌克兰不会轻易放弃独立。即使在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支持也至关重要。他指出，乌克兰不会通过割地投降，俄罗斯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乌克兰将继续依靠美国和欧洲的援助坚持抗战。大兵认为，下一步泽连斯基将继续坚持乌克兰的主权与独立，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希望结束战争，并暗示可能撤回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的决定，但他尚未提出具体的和平条件。而泽连斯基也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为了和平而牺牲领土和主权。这表明美乌在停战问题上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弥合的。也许俄乌战争并不能像特朗普所承诺的那样在24小时内结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2月17号登上赫尔蒙山，视察部署在此的以色列军队。赫尔蒙山作为以军的重要战略高地，对戈兰高地意义非凡，尤其是在赫尔蒙山上架设雷达系统，将有效地侦测来自真主党、伊朗代理人及其他潜在威胁对以色列的袭击企图。该高地距离大马士革仅40公里，确保了以色列的安全屏障。此外，以色列在戈兰高地建立的缓冲区距离大马士革最近仅20公里，进一步扩大了其在该地区的防御优势。尽管解放沙姆组织领导人乔拉尼多次表示不会和以色列为敌，形势对以色列明显有利，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指出，尽管反对派领导人乔拉尼试图表现得温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依然在增加。与此同时，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与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之间的停火协议在12月17号再次破裂。土耳其在边境以北的军事集结不断加强，试图打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
而解放沙姆组织也支持土耳其的行动。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12月13号明确表示，消灭 SDF 是土耳其的战略目标，显示出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以军继续驻扎在赫尔蒙山及叙利亚境内的缓冲区，直到2025年底，并且积极为未来可能的行动做准备，包括针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在过去14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取得显著成效，彻底覆灭了加沙地区的哈马斯，并将哈马斯的残余力量驱逐到了黎巴嫩北部，继续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同时，伊朗在中东地区花费数百亿美元扶持的代理人网络遭受了重创，叙利亚政权也面临更迭压力，这些都是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直接成果。此外，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正常化谈判也取得了突破。沙特王储萨勒曼放弃对建立巴勒斯坦国明确时间的坚持，转而接受更为笼统的承诺。这一进展显示出以色列在区域外交上的主动性。随着特朗普即将在2025年1月20号上任，以色列看到了新的机遇窗口。特朗普曾声称将在上台后给予以色列想象不到的援助。内塔尼亚胡有望在特朗普的支持下进一步巩固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内塔尼亚胡多次强调，以色列正在改变中东的力量格局，凭借赫尔蒙山和戈兰高地的战略优势，以色列在地区内取得了阶段性的大胜利。然而，内塔尼亚胡并未满足现状，未来以色列可能会继续扩展其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推动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大兵认为，以色列在中东局势中的主动出击和战略部署，使其在当前群敌环伺的环境中占据了有利位置。然而，尘埃仍未落定，叙利亚当前混乱的局面预示着中东局势仍将充满变数。台湾近日从美国采购的首批38辆 M1A2T 战车已运抵台湾，引发了部分政界人士的质疑。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明年度的国防预算时，针对这批战车提出了多项疑问，认为 M1A2T 可能为翻修件，射控系统为类比式，以及战车冷气机是否裸露在炮塔后方。此外，马文君还指出，美方提供给乌克兰的炮弹穿透力达到700毫米，而我方的炮弹穿透力仅为560毫米。并质疑中南部道路及桥梁能否承载如此重量的战车，建议冻结5000万元的采购预算。对此，台湾陆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建义在回应中澄清，所采购的 M1A2T 战车其射控系统和引擎均为全新品，否认了翻修车的说法。他进一步解释 ，M1A2T 采用的是数字射控系统，但是为了符合台湾使用者的习惯，将原本的指控式设计改为了按键式设计，操作速度保持一致。此外，陈建义指出，战车外部辅助动力系统设置在车外是基于台湾的需求设计，确保在引擎关闭时仍能在静默状态下进行观瞄。关于冷气系统，除了车内的核生化系统提供负压环境外，车外的 APU 也考虑到了车内大量电子设备的冷却需求及人员的舒适性，这也是 M1A2T 的一大优势。针对炮弹贯穿力的质疑，陈建义强调 M1A2T 配备的翼稳脱壳穿甲弹并未进行定制。此外，陈建义提到 M1A2T 的车体结构与美国及其他出口版本保持一致，预计这种结构可使用到2040年，显示出其耐用性和可靠性。在采购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陈建义说明，由于物价波动影响，M1战车所需要的掩体建设预计将于明年1月开标，并在后年8月完工。针对工程延误的问题，国防委员会已经冻结了3500万元的预算，待军方提交书面报告后方可动用。除了 M1A2T 战车，立委们也关注了托式飞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的交货延误情况，以及对美采购反装甲型无人机预算的调整。陆军建议将预算法用于增购更多无人机，以弥补近2000架的缺口，而马文君则主张应另行提案。
大兵认为，不止台湾，就连美国陆军自己所使用的装备也有相当数量的翻新，因为一辆战车上的零件寿命并非完全一致的，比如炮管磨损较快，寿命短，而发动机的寿命相对较长。于是为了经济考虑，美军也会将一些退役或者报废装备上还能使用的零件拆下，装在新装备上。这在全世界军队中都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至于炮弹性能问题，考虑到美国在贫铀材料上的出口难度 ，M1A2T 穿身是不如原品，也属于正常情况。不过，就算是常规材料的脱壳稳翼穿甲弹，搭配120毫米火炮，在面对非主战坦克正面护甲时，也是足够用了。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